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三岸倫，這集是我們2026年沖繩行的第4集。這集要帶大家到日本最南邊的車站，在這裡同時也會看向3家中古二手店，然後還會簡單介紹一下沖繩單軌列車資訊給大家。今天繼續跟着岸倫前往沖繩吧。像影片開頭一樣繼續業配，如果還沒看過這3部影片的朋友們等等，都歡迎再去點來觀看。除了有沖繩那霸機場的導覽以及臨近國際通的24小時超市開箱，還有人中之龍的場景分享。首先跟大家聊一下沖繩單軌列車，其實整條線不長，從起點那霸機場車站到最後一站日子浦西車站，全長大約40分鐘以內就能做完。中途也會經過這3個車站，都是臨近國際通。像是第一個謝提前車站，步行到國際通雖然很快，但是想走到國際通最大間的唐吉訶德跟市場商店街，至少也要快1公里。不過這裡的優點是有很多飯店，同時也是公車巴士很密集的地方，所以也是台灣人找飯店的熱門地點。不過如果坐單軌列車的時候，這站跟美濃橋站這2個車站都會有很多人上下車，所以如果回程想單列車到機場的朋友們，如果想要有位置坐的話，會是一大挑戰。從美濃橋車站步行到國際通也只要600公尺，而且沿路上用餐也很方便，像是有鳥貴族跟有名的軟木拉麵，這裡也有一家巨額屋可以去挖寶。同時美濃橋車站也是人中之龍遊戲裡面的車站。接下來木之車站的話，步行到國際通商店街大約只需要500公尺，如果要走到24小時一夜的超市也很方便。然後如果要坐計程車往返 PARCO 以及往返機場，車資大概也都在2000元左右，其實也不會太貴。其他路線上的車站像是歌町車站，這裡也是免稅店天堂，想買國際精品可以來走走。還有坐到首里車站也能步行10分鐘到首里城。然後在列車單程方面，可以使用星光卡以及ICO卡單程，像我們就是使用iPhone 版地安西卡進駐站，然後在特地商店買東西也是一樣可以使用安西卡，但是在沖繩大部分的公車巴士就只能使用沖繩本地發行的 OKI 卡，所以像我們這次旅途從首里城坐公車到波上宮，坐了2班公車都是同齡錢。不過單軌列車車站的售票機也可以購買1日巴士券就是了，就看大家如何選擇。然後也有些車站會有安心卡的儲值機，有需求的也可以使用。當然只要是車站，每個國家都會有個最東南西北邊的車站，像是那霸機場車站就變成了全日本最西邊的車站。如果有坐列車往返機場的朋友們，都可以拍照留念一下。我們今天拿到的赤泥車站就是全日本最南邊的車站，從車站地圖上就能看到旁邊有一家漫畫倉庫，漫畫倉庫也就是沖繩最大規模的中古店之一。我們最後再去，我們先往小鹿車站方向走。雖然岸倫這次很可惜沒有去小鹿車站，不過還是介紹一下周圍給大家。在小鹿車站這裡，除了有大國藥妝，也有一家飲用購物中心。再往上一點，還有 MW 的路面店。在旁邊一點，還有大家最推薦的通堂拉麵店，有興趣的朋友們都可以加入行程裡面。現在我們來到赤泥車站，出站以後往左邊風崎的方向走，在這裡我們就能看到麥當勞跟不可歐服標誌，往這個方向走就能往小鹿車站走去，也是我們今天要去的幾家中古店。然後現在出站以後，我們先來拍攝石碑，這座日本最南端車站的石碑可能會有點難找，總之大家出站只要找這裡是車站的下車場，石碑就在這裡的角落。当然網絡上岸倫也會看到網友在討論說，如果以經緯度來說的話，赤泥車站其實也可以算是日本最西邊跟最南邊的車站。不過岸倫是覺得就聽日本官方就好啦，日本官方說哪個是最南就最南哦。
如果有玩寶可夢的朋友，記得這裡也要轉一下做紀念。接着我們就開始往 Hard Off 跟 Book Off 走，不過我們先不逛這兩家，因為連路走還有幾個店家。往小路車站方向還有一家大創，我們要先走去大創。究竟沿路中還會經過哪些店家，艾倫就慢慢介紹，簡單帶過給大家。其實來到沖繩或者日本一些比較鄉下的地區購物都有個好處，就是這裡幾乎每家店都會有設置停車場，所以如果是自駕的朋友們想要來這裡購物就很方便。首先右邊我們先看到這家，簡單來說就是酒類加伴手禮店，一些沖繩伴手禮在這裡也能買得到。由於艾倫不喝酒，就不進去拍攝了，有興趣的朋友們可以自己來逛逛。今年也是麥當勞在沖繩的50週年，我們這次呢剛好碰到額頭餐是售蠟筆小新的布丁狗的禮物。雖然現在活動已經結束了，不過提醒大家到日本以前可以先查一下單期的額頭餐玩具是什麼，才不會跟喜歡的玩具擦身而過。好可愛哦！這個。現在沿路也會經過這家，也是日本知名大型連鎖鞋店，有常買鞋子需求的朋友們也可以來挖寶看看。現在我們走到大創，這裡大創門口也有停車場。我們來到這裡主要是找在台灣還沒有在賣的偶像應援商品，像是三錢架跟存錢筒，還有階梯式的擺設架。同時我家老大也是 Super Junior 的粉絲，他收集了每個成員的娃娃，所以他這次也來找適合放置娃娃展示的盒子，其中也有很多盒子在台灣也是全歐洲的熱門商品。我們這次呢還有看到這種可以壁掛的展示盒，那時候我們來到沖繩的時候，台灣大創還沒開始賣，但是現在也有在賣了，喜歡的朋友們可以找尋一下。話說我家老大買了這麼多盒子，他到現在還沒開始布置就是了。從大創這裡就能看到小路車站的引誘了，下次有機會再來逛。現在我們從大創走完Hard Off，中途還會經過一家摩斯漢堡咖啡廳，除了有賣漢堡，在這裡也會提供咖啡跟甜點，都是在台灣很少有機會嘗試到的。第一間我們來到 Hard Off，Hard Off 是主打二手3C 電器、音響跟樂器，所以玩具購場就會偏少。不過艾倫還是買到了西柚猪神龍的小夜燈，只要日幣1100元，很划算。如果大家想要挖宝3星產品或電器，Hard Off這裡就很適合你。樂器的話，等等去漫畫倉庫會有更多。
接下來我們來到第二家是不可歐服，在這裡先跟大家聊一下不可歐服的店面形態。在日本的不可歐服分成3種，第一種是不可歐服，主要是以書籍、CD、玩具公仔為主，大部分都是小型跟中型店鋪。第二種是不可歐服+，除了賣上述商品加上衣服或者包包，然後大部分都是中型店鋪。再來就第3種不可歐服 Super Bazar， 就是上述商品再加上包包跟雜物類，但是販售商品數量會很多，所以這種店面都會很大一家，大部分都是同等於包廂百貨公司1層樓的規模，所以大家在搜尋不可歐服的時候，可以留意一下店面形態與規模，才可以決定要去哪一家朝聖。然後在沖繩如果看到有注明否 B 的，表示這家也會在賣衣服、包包還有雜物類。誠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なんと本日300円の冬物レディース子供服がレジにて100円になります。お洋服は店内ポップまたはスタッフまでお声掛けください。本日もご来店いただき不可歐服這裡總結就是玩具公仔跟 CD 數量會比哈登歐服多出很多。如果大家想要專攻玩具公仔的話，建議來不可歐服就可以了。現在我們繼續走到漫畫倉庫大霸店。漫畫倉庫可以說是沖繩最大規模的二手店。這裡除了賣 CD、遊戲、玩具公仔，連衣服跟精品還有樂器這裡也都有，甚至連扭蛋還有夾娃娃機都能在這裡看到。現在我們來到的這家那霸分店，空間據說有2000多坪，這裡真的很大，也很容易迷路，所以如果有旅伴的話，最好要約個時間在哪裡碰面之類的。這裡院區內很多玩醫院的朋友們可以來挖寶，不過股內就比較少了。漫畫倉庫這裡遊戲內也是分類得很清楚。
CD 跟 DVD 這一區的話，世界各地音樂都有，甚至還有一塊是給韓流的，每個團體的小卡都有。走之陣林真的很大，按倫会建議大家至少安排個3個小時以上來這裡逛。像我們這次只有1個小時，時間上真的很趕，沒辦法整個逛完。现在我們回到赤泥車站，來跟最南邊車站的紀念看板合照一下。現在我們來到那霸機場走走，因為我們虎航回程當天的班機很早，所以打算先排一天晚上來逛機場商店。因為在機場的國內線的伴手禮很齊全，所以很推薦大家可以先來挑選，這樣到回飯店就可以先整理好行李，並且抓好行李重量了。完整版的那霸機場導覽影片，就歡迎大家來看。然後我們在這裡隧道也吃了麒麟啤酒的餐廳，但是我們沒有喝酒。如果喜歡麒麟啤酒的朋友們，回程可以來機場吃看看。這裡的話有意大利麵，還有咖喱豬排飯、披薩以及眾多下酒菜。在這裡我們點了咖喱豬排飯，還有卡山沙拉，然後還有一道是阿古豬香腸茄子肉醬麵。阿古豬是沖繩特有的高級豬，所以能在這裡吃到阿古豬香腸也很不錯，然後味道吃起來也還可以。要不要吃一點？我們在這裡還要點一道炙燒豬軟骨排，賣相的確是不錯，但是吃起來也覺得還好，可能真的要配酒才行。如果跟我們一樣不能喝酒的話呢，這裡可能會很無聊。不過有興趣的朋友們還是可以來嘗試看看。最後逛完機場，我們就回到飯店附近的馬克斯班魯超市，採買最後一次的零食。有關這家超市的介紹跟自助結賬教學，還沒看過影片的朋友們也歡迎點來看。這包野味多力多滋，按的真的大推。
好，那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裡，未來還會有首里城撲上宮國際通 Paco 的遊戲影片，也歡迎大家訂閱我們頻道繼續追蹤下去，感謝大家，我們下部影片再見。